你先告诉一个由模型、上下文和外部记忆组件组成的 AI 助手，也就是 Agent Elon，晚上7点到。过一会儿行程改了，晚上9点到。第二天再问他，为什么他会把7点和9点一起说出来，甚至很认真地告诉你，两个答案都有历史依据。答案是 Agent 的记忆不是一个数据库，而是一条把当前有效信息找回来的5步闭环：筛选、写入、索引、召回、更新。模型本身更像一次临时会议，你把问题、历史对话和资料放进上下文，它当场给答案，会议结束，下次它并不会自动记的。所谓长期记忆，是系统把过去的信息保存起来，再挑一小部分带回下一次会议。先看第一步，筛选，不是每句话都该记。今天有点困，通常不用长期保存。出差时优先靠过道座位才可能是稳定偏好。筛出来之后要写入，它可以保存原始对话，也可以压成一句事实。接着做索引，让系统将来能从文件、关键词、语义向量或者实体关系里找到它。用户再次提问时，系统召回相关内容，塞回本轮上下文。最后一步是更新，新事实来了，旧事实到底覆盖、合并还是退役成历史？7点变9点，难点就在这里。先拿走一个最小选型动作，稳定规则先用文本、姓名、编号这类明确字段，先用关键词，表达多变的经验，再考虑向量。只要事实会变化，就先设计旧值如何退出当前状态。所以第一种最简单的做法是 Markdown， 把角色规则、做事步骤、少量稳定偏好直接写进文件，每次都带给模型。它的好处是确定、可审查，代价是内容一多，旧规则和无关内容会一起挤进上下文。它最适合稳定规则，不适合不断变化的业务事实。第二种是 SQLite 加全文检索，它像本地台账，擅长根据姓名、订单号、产品编码这些明确的词，迅速翻到对应记录，但它主要找写过同一个词的内容。你用中文问调味品，原记忆写的是英文 chili oil， 它不一定知道两者有关。这时才需要第三种向量检索，它把问题和记忆放进同一张语义地图里，换一种说法，甚至换一种语言，也更有机会找回来。不过向量只解决找得到7点和9点在语义上非常接近，它不会自己判断哪一个已经过期。第四种是 Memo 这类记忆管理工具，它不只帮你存和搜，还会把对话提炼成可复用事实，和旧记忆比对，去重补上实体与时间信号。它省掉了一部分重复工程，但也带来新的责任：抽取是否准确，用户和任务之间有没有严格隔离，团队能不能解释一条记忆为什么被拿出来。第五种是 Zap 和它的图引擎 Graffiti， 它适合谁和谁有什么关系，这段关系什么时候成立，变成核心问题的场景。产品从5月延期到6月，旧日期不必删除，而是标成过去成立，新日期才是当前状态。图引擎把对象和关系写成带有效期、带来源的记录，所以能把当前状态和历史状态分开。代价是每次写入都要抽实体，判断冲突，维护有效期，成本明显更高。还有 Langmem， 它不是第6种数据库，更像整理记忆的工作流，可以在对话里立刻记录，也可以在后台合并、清理和更新。它解决的是谁在什么时候整理，至于整理好的内容放在哪里，还是要回到前面这些存储和检索部件。现在回到那条5步闭环 Markov 更像始终摆在桌上的规则。SQLite 和向量决定怎么找， Mem0 和 Langmem 帮忙筛选、写入、更新， Zap 和 Graffiti 在关系、时间和来源变复杂时补上历史账本。给负责人4个问题：第一，哪些信息有资格长期保存？第二，每类信息靠关键词、语义还是关系来找？第三，事实变化后谁负责让旧值退出当前状态？第四，召回结果能不能解释来源隔离用户，并且知道何时失效？不要因为数据变多就升级架构，只有当现有方案达不了新旧关系、来源或权限问题时，才值得多付写入、模型调用和治理的成本。Agent 真正需要的不是记得越来越多，而是在下一次行动前拿到过去里仍然有效的信息。我会把 AI 讲成业务里能用的判断。关注我，点赞、收藏，下次继续看。